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，很多长辈一到冬天就想着好好养生，总觉得早睡就是最稳妥的保养方式。我常常碰到60、70岁的长辈，很骄傲地跟我说，自己每天晚上8点半就准备上床，9点准时关灯，10点前一定睡着，觉得这样最符合养生道理，还问我这样做对不对。我每次都会轻声问一句，那您隔天起床精神好不好？是浑身轻松，头脑清楚，还是昏昏沉沉，白天一直打哈欠，到了夜里反而睡不安稳？这话一问，10个人里有8个人脸色马上沉下来，开始跟我诉苦。有人说明明睡得很早，可是半夜2、3点就醒，醒了之后脑子特别清醒，想睡不着，怕吵到家人，只能躺着干等，心里越等越烦躁。也有人说一天躺在床上将近10个时辰，可还是觉得没睡饱，走路没力气，记性也越来越差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，这句话可能会打破大家多年的习惯，可是为了大家的身体，我必须讲清楚。年过60的朋友，冬天晚上10点前就睡觉，不但不一定养生，还可能破坏睡眠品质。睡得早不等于睡得好，不少长辈的早醒，睡不好，精神差，恰恰是被太早睡觉的习惯给影响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不用复杂的医学理论，就用真实的状况和数据来说明。根据针对高龄族群的睡眠调查，60岁以上的朋友平均有效的睡眠时间大约是6个时辰多一点，不是大家想睡就能睡满8、9个时辰，而是身体到了这个年纪，自然能承受的睡眠长度就在这个范围。而且将近40%的长辈都有入睡困难，容易早醒或者多梦的情况，这说明强求像年轻人一样睡很久，并不符合身体的自然状态。大家一定会疑惑，老话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，怎么自己睡早了反而不舒服？其实背后藏着3个身体变化的关键原因，我们一层一层讲明白，大家才知道后面的方法为什么有用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是身体的生物钟自然提前，这是年纪增长无法避免的生理变化。大家回想年轻的时候，30、40岁的时候，忙完一整天，晚上10点多还很有精神，出去聚会加班，到半夜才会觉得困，躺下去就能熟睡，一觉睡到天亮。那时候大脑里负责调节睡眠的腺体功能很好，分泌帮助睡眠的物质充足，而且分泌高峰比较晚，所以晚睡1点也很正常。等到过了60岁，这个腺体功能慢慢减退，分泌助眠物质的量变少，时间也提前，所以很多长辈晚上7、8点就开始犯困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都会打瞌睡。这时候如果顺着困意8、9点就上床，问题就来了。长辈的深度睡眠本来就比年轻人少，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人，只要5到6个时辰的优质睡眠，身体就足够休息。我们算一下，晚上9点入睡，加上6个时辰，刚好是凌晨3点。这就是很多长辈半夜自然醒的主要原因。这就像手机充电，年轻人电池容量大，可以充一整晚，长辈的电池容量变小，属于快充快放的状态。晚上太早充电，半夜电量就满了，身体自然会醒过来。醒了之后外面一片漆黑，不能活动，助眠物质的效果也退了，想再睡就很困难，只能躺着胡思乱想，越想越焦虑，最后连仅有的睡意都没了。所以很多时候的早醒不是失眠，而是睡得太早，把睡眠时间提前用完了，这是身体节奏的错位。了解这一点就不用跟自己较劲。第二个原因，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说，是气血不够调和，体内水火未能平衡。我们老祖宗常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气血要回归肝脏，才能睡得安稳。可是长辈年纪大了，身体的底子难免偏弱，多数人都有肝肾能量不足的状况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
身体就像一口烧水的锅，肾脏的能量是锅里的水，心脏的阳气是锅底下的火。健康的状态是水火互相调和，水温刚好，人就平静好睡。年纪大了，锅里的水变少，没办法压住火气，再加上长辈心里常常操心家人大小事，思虑多就会让火气变旺，水少火大，两者无法协调，就会影响睡眠。再加上很多长辈睡前习惯不好，躺在床上看手机、看电视，看一些情绪波动大的内容，或者睡前想烦心事，心神没办法安定，气血浮在表面，没办法归位，就算闭着眼睛也只是浅眠。浅眠的时候梦多，又容易被小声音吵醒，醒了之后心里烦躁，口干舌燥，越想睡越睡不着，只能睁眼到天亮。这就是身体内部阴阳没有调和，打乱了正常的睡眠。第三个原因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日常习惯，也就是晚餐时间和白天活动量出了问题。我发现很多长辈为了配合家人，晚餐吃得特别早，下午4、5点就吃完饭。吃完之后因为天冷怕跌倒就不出门，一直坐着看电视聊天直到睡觉。我们算一下，下午4点多吃饭，到晚上9、10点睡觉，已经隔了5、6个时辰，胃部早就空了。如果这时候睡着，到半夜2、3点，距离上一餐已经快10个时辰，体内的能量浓度会降到很低，大脑对能量不足很敏感，会立刻发出警示，让身体分泌让人清醒的物质，心跳加快，血压微升，强迫人醒过来补充能量。所以不少长辈半夜醒来会有心慌、手脚发软、出虚汗的感觉，这不是身体虚弱，而是能量不够，被身体自然叫醒。另外一方面，很多长辈觉得养生就是安静休养，能不动就不动，一天走路不到2000步，完全没有活动量。睡眠的动力来自白天的消耗，白天活动够，身体有适度的疲累感，晚上才会睡得沉。如果白天一直坐着，身体没有消耗，就算眼睛累，身体也不困。这时候强迫自己按时上床，只会觉得浑身不自在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都是因为白天没有积累足够的睡眠动力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，我们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早睡，而是真正睡得香、睡得稳、睡得够，只追求几点上床的规矩，却牺牲睡眠品质，导致半夜醒，白天没精神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知道了原因，我们就能慢慢调整作息，不用被旧规矩绑住。接下来，我以多年的临床经验，给年过60的朋友5个实在的睡眠建议。这些方法很多人都做错了，只要做到2、3项，睡眠就会明显改善。第一个建议，不要太早躺床，尽量把入睡时间调到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。很多长辈会说，我8点多就困了，不睡很难受。这时候我们要学会稍微撑一下。从传统时辰养生来看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身体阴阳转换的关键时间，这时候进入深睡，对身体调养最有帮助。如果9点就睡，到11点刚好睡完一个周期，容易被外界变化干扰而醒来。如果10点半左右带着睡意上床，11点刚好进入深睡，就能一觉睡到天亮。核心技巧就是积累睡意，晚上8点困了就起身走一走，整理东西，看几页书，把睡意稍微压一压，等到10点多睡意足够了再上床，入睡快又睡得沉，刚好避开半夜早醒的时段。记住一句话，困了再睡比定时硬睡有用得多。第二个建议，睡前2个时辰不要吃东西，尤其不要喝稀粥、吃汤面这类水分多的食物。很多长辈觉得晚上喝粥温和好消化，这其实是很大的误区。从身体能量变化来看，白粥煮得越软烂，身体吸收越快，能量上升得越猛。睡前喝1大碗，能量先快速升高，睡着之后又快速下降，半夜就容易因为能量太低而惊醒，出现心慌、出冷汗的状况。从传统养生角度，
长辈多数脾胃偏虚，晚上身体代谢变慢，再吃大量汤水食物，脾胃没办法完全运化，多余的水分停在体内，会影响睡眠，还会让隔天早起喉咙有痰。建议大家晚餐尽量在傍晚6点半前吃完。主食吃软烂的米饭、馒头，搭配清淡的蔬菜和少量瘦肉，这类食物耐饿，能量变化平稳，能安稳支撑一整晚。睡前2个时辰，除了小口润喉，不要再吃任何东西。甜食、水果、浓茶、咖啡都会影响睡眠，一定要避开。第3个建议，睡前半个时辰一定要做安定心神的事。现在手机对长辈的影响很大，很多人躺在床上刷影片、看新闻，影片内容容易让人情绪激动，屏幕光线又会抑制助眠物质分泌，越看越精神。本来10点能睡，刷到半夜都睡不着。还有人睡前跟家人唠叨烦心事，越说越生气，带着怒气睡觉，心里烦躁，自然睡不好。我给大家一个不花钱的安定方法，每天晚上9点半把手机放到客厅，不要带进卧室。卧室就是单纯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准备40度左右的温水，泡脚10分钟，把身体上部的火气往下引导，让心神安定。泡脚的时候可以听轻柔的老歌，声音放小，让心情慢慢平静。等到后背微微发热，眼皮发沉，就是最好的入睡状态。这时候上床，很容易一夜好眠。第4个建议，卧室要暗，要安静，温度不要太高。很多长辈怕冷，冬天把暖气、电热毯开得很足，室温超过25度，门窗紧闭。这样的环境反而不利于深睡。研究显示，进入深睡需要身体核心温度稍微下降，环境太热，身体散不了热，心跳降不下来，只能浅眠，还容易做噩梦。最适合睡眠的室温是18度到20度，稍微有点凉但不冷，最容易让人安定入睡。盖被子不要选厚重的旧棉被，压在身上影响血液循环，换成轻便又保暖的材质，穿宽松的棉质睡衣，吸汗又舒服。枕头高度以自己拳头竖起的高度最合适，大约8到10公分，能稳稳托住颈部，让头部和身体保持水平，肌肉放松，呼吸顺畅。窗帘一定要遮光，长辈对光线很敏感，一点点光线都会影响睡眠。遮光效果不好，可以用眼罩，给大脑营造黑暗的环境，才能顺利分泌助眠物质。第5个建议，白天要有适度活动，晚上不要做剧烈运动。很多长辈白天怕冷不出门，一天步数不到2000，晚上吃完饭却去跳广场舞、快走，这样完全颠倒了。白天不活动，身体能量消耗不掉，阳气没办法顺畅运行。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却剧烈运动，让身体亢奋，交感神经活跃，心跳加快。回到家之后精神还很兴奋，自然睡不着。正确的方式是把运动放在白天，上午有太阳的时候，或者下午2、3点到户外走30到40分钟，大约5、6千步就足够。白天晒太阳，能调节身体的生物钟，帮助晚上分泌助眠物质。适度的活动产生的疲累感，是最自然的助眠方式。晚上饭后可以慢慢走10几20分钟，助消化。不要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，以温和放松为主。膝盖不好的长辈更要注意，晚上视线差，不要勉强运动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再把这5个重点整理一遍：不要太早睡觉，晚餐吃早一点，吃偏干的食物，睡前泡脚安定心神，卧室温度不要太高，白天多晒太阳，多走路。这些方法都很简单。养生本来就藏在日常小事里，改变多年的习惯不容易，偶尔1、2天没做好也不用着急，给身体一点时间，先从一件小事开始，比如今晚不喝粥，或者今晚把手机放在客厅，坚持7天，身体一定会给你正面的回应。我们这个年纪，身体就像开了几10年的老车，零件自然有磨损，不用强求跟年轻人一样，
顺着身体的节奏，好好照顾。平稳安稳就是最好的状态。睡眠也是一样，偶尔一晚没睡好，不用焦虑。闭着眼睛休息也是在调养。放松的心情比任何方法都重要。希望每一位年过60的朋友都能明白睡眠的真正道理，不用被几点睡觉的规矩绑住，拥有安稳香甜的睡眠。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就是晚年生活最大的福气。我们下次再见。